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韵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首先来看到这个普丁跟习近平会面了，那普丁这次有多重视这次的会谈呢？从他引述这个中文的成语就能够知道了。来听一段他的说法。Уместно будет употребить китайскую поговорку.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в Китае говоря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день, а как будто минуло 3 осен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ды очень вас видеть. 好，他是特别引用了这个中文的成语"一日不见，如隔3秋"啊，形容他非常期待见到习近平。那也邀请习近平明年的时候呢访问俄罗斯。那习近平也赞扬说，两国关系啊进入了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一个阶段。好，除了这个谈话之外呢，他们两方呢还吃了什么，享用了什么呢？俄媒就报道了说啊，习近平在普丁的宴会上面啊，除了享用冷盘之外呢，还有这个豆酱牛肉、福州面，甚至还有北京甜鸭，还有金华火腿。那甚至呢，也在当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等中俄的经典曲目。那习近平就表示了，相信在双方努力不懈之下呢，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的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一层楼。好，那隔一天呐，这个普丁结束访华的时候呢，也是由这个张国清来送机的。来看一下画面哈，这个是与习近平道别完之后，完成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之后呢，普丁呢离开北京人民大会堂结束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也是由这个大陆副总理张国清前往送机的。那普丁啊，还亲切的跟中国的官员来握手道别。好，那说到这场大戏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重视呢？就是因为川普也才刚刚访中而已。好，那对于这两个领导人，习近平到底是比较偏好谁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有评论专家说呢，北京呢是给川普面子，但是里子给了普丁因为普丁在这一次这么紧凑的行程当中呢，内容呢大部分都是签署仪式、联合记者会，还有双边说明。而相较川普上周的这个行程几乎都是一些象征性的活动包括前往中南海还有私下会谈漫步庭园实际的签署仪式呢就没有像是普丁这么多了嘛。好，那专家也说北京对于两位领导人呢接连来到采访呢是给予了不同的对待方式。我们把里子给了普丁，把面子给了川普，因为川普就是喜欢那种虚荣表演性质的安排，而普丁是相当务实的人，所以从国家的实质利益角度来看呢，跟俄罗斯的合作显然是更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那么 CNN 也评论说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谈及当前国际情势的时候是非常含蓄的去批评了美国。他怎么说的？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变革交织，单边霸权行径肆意横行。这个单边霸权难道指的就不是美国吗？好，那另外来看到贸易方面到底是美俄哪一国谈的比较好呢？普丁他访华才24小时之内，但是他一气呵成一口气40份重磅协议满载而归。而且他这次带的这个代表团呢也非常的豪华，包括了5位副总理8名部长，还有多名的州长大学校长大型企业高管那这一次呢也是签署了多达40份的合作文件进一步的加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好，那除此之外呢，他也见到了李强李强跟他表示，中方愿意跟俄方进一步去扩大贸易规模，来落实双边升级投资协定，深化什么能源农业还有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等领域合作，而且还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来实现双方更高的共赢互利。那反过头来看呢，这个俄罗斯他们看到的中国的进步也是在自省说我看到我们就只有蜂蜜还有螃蟹，但是我们的朋友中国有无人机和机器人的时候，他必须承认他有一点难过。
好，那这个俄国那边的专家也说了，说中国啊是唯一一个能够无视于对俄制裁的国家，因为他们有稀土、磁铁供应，能够来应对美国施加的影响力。那么习近平在这段关系中，还有整体而言是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位置。好，那说到了对美国的影响力，美中就实际谈成了什么呢？好，来看看啊，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就说了，说呢，美中双方啊，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的锁定成果，来为下一步的美中经贸合作来注入稳定性。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是听起来很表面啊？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呢？好，那中国商务部则是证实啊，说美中两国呢已经同意了，在更广泛的贸易协议下削减农业贸易的关税。不过呢，这个声明还是一样啊，很多的具体细节都是含糊其辞的，甚至未直接证实。白宫日前宣布，中方承诺每年加码采购的170亿的农产品协定，连这件事情他都不愿意去证实哦。那另外更夸张的是什么呢？我们明明都知道啊，黄仁勋最后一刻上了飞机啊，跟着川普一起来见习近平，但是就在他访问中国大陆的时间呢，这个北京下令要禁辉达 RTX 5090 DV2 的游戏显卡，把它列为呢是违禁品名单，这根本就是狠狠的打脸了黄仁勋还有川普。那我们来看到了这场里子跟面子的外交，到底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请教邱毅委员。对中国大陆来说，美国是新朋友，俄罗斯是老朋友。新朋友毕竟还是比不上老朋友。普京对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第25次，他很明显的下足了功夫。俄罗斯的文学固然在全世界是顶尖的，可是要用俄文去表达出来中国的成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也没有那么样的容易。所以呢，普京他做足了这方面的功夫，甚至在整个国宴的过程里面，他对于中国的美食，甚至对于福州宴，他都有一定的了解，还知道说福州不是除了福州宴以外，另外还有佛跳墙吗？那么，所以中国大陆方面反而在国宴中没有准备福州的佛跳墙。好，那另外的还有一个茶叙，在茶叙的时候，当然这一次主要喝的还是绿茶为主体，还是所谓的这个龙井的绿茶为主体。那中国有很多的茶，其实普京对中国的茶道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说把面子都给了川普，把里子都给了普京，我认为这个二分论也不大对。他其实对普京来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普京基本上这一次带了几乎是半个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府到中国大陆来，例如说他基本上他来了，提出了所谓的能源产业的交流，主要负责的就是能源部长。因为中国大陆从俄罗斯进来的石油跟天然气，在过去的2年内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现在配合石油天然气运到中国大陆，才建了一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西伯利亚力量2号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到了蒙古，到了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然后再到中国。如果顺利的完成的话，那中国会成为俄罗斯丰沛的石油天然气的一个转运中心。好，那不得了了。那其实对俄罗斯是好的，对中国也是好的，对于夹在中间的蒙古也是好的。那在能源交易里面，以及农产品的交易里面，那么这一次俄罗斯的央行的总裁也到啦，所以他们谈的基本上还谈到本币交易，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所谓的去美元化，防止美国在金融在经济上随便的去制裁人家，当然会有正面的效益。所以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没有共同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宣言，可是你发现
习近平跟普京是有共同记者会，是有联合宣言的，而且在共同记者会里面，这个习近平还暗批美国是单边霸权，所以很明显的，你说到底习近平对哪一边比较好呢？当然是对老朋友普京是比较好的，而普京表现的也非常的得体。其实普京的膝盖年纪大了以后，膝盖是有一些问题。他在整个检阅这个仪仗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你看到他仍然很努力的、圆满的，而且面带笑容的完成了这个检阅的动作。所以从这里就看出叫宾主尽欢。所以现在中俄两方的关系啊，真的是升华到另外一个程度了。但是也可以看出，其实俄国是更加的依赖中国了哈。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一次啊，刚刚邱委员讲了一些这个检阅仪仗队的细节啊，我也看到一个细节，是他下飞机的时候，他刚到的时候，然后准备上车，就是礼车来接他嘛，他就把西装外套一脱，只穿个白衬衫上，那当然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外交动作，就说什么，委员刚才已经说了，就我来到这边，我非常放松，非常自如，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大半夜来接我，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边我不用很借据啊，不用临渊借据，甚至他搭的车，大家如果关注到说，美国总统川普从头到尾搭的是他自己的 Beast， 他的野兽专车，但是普京就非常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中国大陆提供的座驾，还有中国大陆提供的司机，甚至连开门的时候，其实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警卫人员来帮他开门，不需要自己的贴身警卫人员来做。那这个就跟川普来的时候的这个形成非常不同的对比啊，也可以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以看出，中美还有中俄两组关系的战略互信其实是处在不同的程度的。我们前几天讲到嘛，中美川普去访问的时候，跟中国大陆达成了所谓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它不是伙伴啊，更不是盟友。那这一次呢，中俄是续约了一个叫做长达25年的睦邻友好条约，就是这个中俄，因为这个大家看地图就知道，我们自己学历史也很清楚啊，这个两国边境长达超过4000公里啊，是全世界最长的两国边境，陆上边境之一。那25年前的2001年的时候，就通过这个睦邻友好条约，把历史上所有的这个边界争议还有勘界的结果，用一个法律的形式确定。那现在2026年这个25年的约到期了，所以这一次习跟普京啊共同承诺说，我们再续25年，其实就让两国能够就确保至少在边界跟领土问题上不要产生任何的纷争。那两国呢就可以把精力放到其他领域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他发布了2份联合声明，一份是针对这个双边关系的，一份是针对这个国际秩序的。那双边关系里面就提到非常多啊，包括从能源到这个北极航道，然后从图们江的开发到油气，然后甚至到未来这个金融货币的互助啊。然后除了两国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合作的精神，它是外溢到多边领域的，特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主导的2个国际组织，一个是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啊，它更多的偏重于这个边境安全啊、执法呀，跟这个防务上的一些协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以开发为导向的，就是金砖国家合作组织。那他们也就想，那两国要在这2个组织里面加强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俄现在啊，如果我们说这个三角关系啊，其实中国大陆处在一个所谓的国际关系学里面说的枢纽的位置。什么叫枢纽？就是说我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比俄罗斯跟美国还近，那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呢，也比美国跟俄罗斯还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陆它处在一个相对的两边都要来这个不能说讨好吧，但是两边都要争取它的战略谅解跟它的战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跟两边都说得上话，那就处在一个比较雍容的姿态。那其实除开中美俄3家之外，我们看过去这短短的半年，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北京，然后接下来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然后再来前几天是这个川普，然后这几天是普京。等于说全世界的安理会啊，联合国安理会的5常里面，其他4国的领导人都在短短的半年之内，都先后来到北京，来跟中国大陆进行一个战略沟通，这也是国际外交舞台上比较罕见的情况。那如果除开这个常任理事国，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国家，包括最近半年来过的，包括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尔茨，包括这个西班牙的首相，他基本上1年来一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其实已经跟欧洲的关系，还有跟整个西方其他世界关系呢，一来甩开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威逼的威胁，因为欧洲现在感知到说，美国对他们也是采取霸凌跟单边主义啊，所以欧洲有很大的这个动力来跟中国大陆修复关系。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战争的阴影给中国大陆带来外交冲击，慢慢的退去了。它既可以跟俄罗斯交往，也可以很自如的跟西方的欧洲的其他大国来进行至少进行正常的互动。好，相较于这个中俄两国之间走得越来越近，美中之间的新关系反而是走这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吗？请教
江将军，这一次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相继到中国大陆访问，都是旋风式。那个川普访问就是36个小时，1天半，快去快回。俄罗斯总统普丁也是，他就是24个小时，也是快去快回。但是状况性质不一样。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呢，合作性比较高，尤其是经济、商业、贸易的合作。你看他这一次带了普丁带了5位的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就是阵容非常庞大。副总理通通带齐了，就家里面就一个总理留守，其他通通带来了，换句话说非常的重视，而且在1天之内24小时就签了40份协议，就相当大了。就那么短的时间，把这40份协议通通一次搞定。或者我们可以看从数量上来看，表示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贸易、其他科学这一方面的互动是非常频密的。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过去访问，这个好像都有点打折扣。本来是听说中国大陆买波音公司500架，又一看怎么变成200架，打折了。那这样的话数量减少了。那这170亿的这个谷物，这个粮食要像170亿。像美国买这谷物粮食，也没有说拍板定案，这个数量金额，这还有在这个讨论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合作性是比较高。那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竞争性比较强。那这换句话在商业的合作这个成分就会相对的降低。而且美国有伊朗战争，这个俄罗斯有乌克兰战争。那到现在为止，伊朗战争还没有完全告一段落哦。当然，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第5年了，双方都有类似的状况。那现在反而双方都有这类似的状况，反正中国大陆都没有这方面的这种作战的状况之下，大家向中国大陆怎么要有一些这些合作的这些互动，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之间竞争性比较强。这个架构是没有变的。那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合作性就是比较强，这个基本的架构也是确定的。那我们现在看，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上，那军事上，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它还有局部的军人在中国大陆训练受训，但是美国没有，换作是有军事上的合作，只是在哪一个档次、哪一个层次在做互动、做合作、做训练。那换掉这样来说，又有军事上面的加持。所以变成整体来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来得好得多。所以现在看起来北京呢又是掌握了川普的虚荣，然后一方面呢，也是跟俄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现在呢，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大国外交中的一个操盘手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中俄关系走得近，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吗？因为现在双方是指着川普的鼻子骂。来看到他们是怎么谈这个中东局势的。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是尤为重要的，战事要尽早平息，才有助于减缓对于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上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而且中俄呢也联合发了声明，他们说美国跟以色列袭击伊朗呢，是违反了国际法。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他们两方交换了意见，然后就说呢，强调发动袭击、暗杀他国领导人、挑起他国政权更迭，都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而且声明也指出了美国的金虫计划对国际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中俄双方呼吁美国本着诚意，致力于为加强战略稳定去创造条件。而且现在俄国甚至说了，我来当和事佬，来解决你们的美伊战争吧。这个俄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就说，俄罗斯愿意动用一切的资源，还有外交影响力，全面协助美伊双方重回谈判桌，要调停这一场双边冲突。而俄罗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你要不要先解决你自己的俄乌战争呢？但是现在来看到，是不是谁跟中国好，谁就可以讲话比较大声呢？所以现在
普丁跟川普这两个双普是不是要来争宠，要来争习近平的这个爱好呢？来看到啊，川普就邀习近平9月的时候访美。那么普丁呢，也是邀习近平明年的时候访俄，甚至川普跟普丁双普啊，恐怕马上就要在 APEC 上面来见面较劲了。那他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川普就回应了，说呢，普丁有告诉我啊，说他要去这个俄中元首会晤，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跟他们几个人的相处都很好，没有问题的，没有较劲的问题的。好，那至于普丁是怎么说的呢？普丁也说要跟美国合作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好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伙伴的合作。那我在访华期间呢，也有跟习近平告知哦，他也都知道，都打过招呼了。那另外呢，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则是说啊，其实啊，川习会呢是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的是有助于缓解一些紧张的局势啦，但是实质上面呢，没有突破，所以啊，这使得习近平啊预定在9月的访美行程是备受关注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真正的实质内容讨论吗？那刚刚说到了，双普要会面吗？可能就是在11月的这个深圳的这个 APEC 峰会上面。那克里姆林宫就说了，不排除啊，普丁跟川普呢，今年的11月在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两个人就有机会碰面了。好，但是啊，就是因为现在中俄两个人好像钢铁靠拢一般，所以美国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吗？我们就来看到啊，这个美军呢，就是在这个普丁访中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呢，试射了这个义勇兵3型的洲际飞弹，好，成功试射了这样的洲际飞弹，然后这个发射任务呢，也被视为是美军要维持战略核威慑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例行测试。那另外，美军也在富士山脚下去试射了海马式来演练打了就跑战术。好，这个是美军公开实施海马式的实弹射击训练，就是要这个磨练美军火库中日益重要的精准打击战术。那么日本也报道了说，美军在15分钟内啊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展现了一个强大的火力啊。但是中国方面啊也是动作频频，日本就监控发现了054B 飞弹护卫舰踏河号的踪影，好，甚至还有这个护航901型的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都穿越了冲绳还有宫古岛之间的海域，来进入了太平洋。好，那这个动态啊，就显示了2大重点。首先呢，就是日本首次在警戒监视中发现了这个054B 的护卫舰，这其次呢，就是中国海军辽宁号航舰西太平洋演训啊，以南北对进的方式来汇合部署，显示其兵力调派的一个机动性。好，那除了美军在日本这方面的一些演训之外呢，日本自己呢也是要找盟友嘛，所以高市呢就访问了这个韩国，但是竟然是遭到了韩国的民众痛批，说日本政府是曲国歪曲历史啊，还推动军事再武装，还说啊这个韩国政府啊不要再重复前政府的对日路线了。好，所以韩国是不要美日同盟吗？那如果不要美日同盟的话，难道要靠中国来靠近吗？好，我们来请教邱毅委员。你要说川习会没有突破，说实话也不公平。其实川习会是有突破的，只不过我说中美之间毕竟是新的朋友，他刚刚才建立了他们的新定位，叫做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发展关系，所以你还要等一段时间。大致上也要等到9月24号习近平回访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检验说，到底这一次的川习会，这个川普所答应的中国大陆的，究竟有没有真的落实？那至于普京呢，是老朋友嘛，所以他在原来很好的基础上面，他能够跟中国大陆能够签下了40项的协议。当然，它不是一步到位的，不是一触人及的，它是过去的2个中俄之间的互动累积出来的一种互相信赖的结果嘛。但是双方都有一个看法，美国在2月28号联合以色列去对伊朗进行袭击，造成了伊朗的将近50个军事的高级将领跟高官
因此丧失了生命，然后又针对了一间学校，让168个儿童因此丧失了生命，这绝对是违反国际法、反人类罪、犯了战争罪的严重的行为。所以，如果川普要有所醒悟的话，他就应该要赶快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不要纠缠在目前的那个问题上面。他现在要伊朗跪地投降啊，伊朗怎么可能给你跪地投降呢？双方要以和平、对等、尊重、公平的基础上面，你才会有中东的和平嘛。否则这个战火一旦扩大，那不得了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而俄罗斯也有动作啊，俄罗斯已经说了，你伊朗的浓缩铀可以放到俄罗斯啊。而中国大陆可能马上要等着，接着来的是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谢里夫就负责去帮美国跟伊朗之间进行和谈的中间的促谈者嘛。不过我最后要谴责一下这个日本的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一直想要冲出来，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里面的代理人，可是他实在太习惯于他过去那种东京银座妈妈桑的公关术了，他竟然到了韩国的安东去看李在明的时候，去邀李在明说，是不是到日本来访问，他要带李在明去洗温泉。你知道日本的洗温泉什么意思？而且他指的地方叫热海，就在箱根的附近。你到热海去洗温泉，一定是男女混浴啊。你今天如果李在明跑去跟你高市早苗去洗温泉，共洗温泉就混浴的话，李在明的政权就垮台了。哦，这真的就是严重了哦，这已经就是干涉他国的内政了嘛。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啊，中俄对中东战事的共同声明啊，这会不会是让美国在这个中东的主导权感觉有一点点被这个没收的感觉吗？请教徐老师。是，刚刚我们上一集啊谈了很多中俄之间双边的合作项目，能源啊、交通啊、基建啊、人文交流啊、教育等等。那他们另外一份的联合声明呢，就其实谈了非常多重建国际秩序。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共同的判断啊，就是从后冷战时期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这个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的格局已经结束了。美国现在也不想一个人承包起全世界的这个维稳跟这个秩序维持的工作，他也不想过多的去投射国力。这个在川普的2次当选以及美国国内这个 MAGA 的浪潮中啊，我们这个趋势已经看得很明显。但是既然单极的世界结束了，真正的稳定的多极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那在从单极过渡到多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几年来生战生乱的情况。很多中小型的国家，一些中小型的国家行为者，他只要觉得他有相对的军事优势，比如说以色列，他觉得他对他的阿拉伯各国的邻居有相对的军事优势，那内塔尼亚胡政府呢，他就能够发动一些冒险性的袭击，甚至把美国一起拖下水。例如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跟踪的伊朗的形势，那这其实就让全世界陷入非常多可能的动荡的危机。那包括也门的战争啊，包括这个苏丹的内战，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其实这一次主要呼吁的就是要去重建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且中俄两国就一起说了，我们除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制裁以外，就是国际公认制裁以外，我们其他的单边制裁，美国对谁谁谁发动制裁，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不但不承认，我们还要去这个力挺那些国家的正常的贸易跟交往的权利。所以包括玉成刚刚说到，对伊朗是这样，对古巴是这样，对朝鲜是这样。那这一次呢，这个中俄两国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对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热点议题都进行了琢磨。那我觉得可以看一下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其实在这一次从川普要到北京之前，再到普京到北京之前，其实俄乌之间有很多台面下的秘密沟通跟这个条件的交换。那乌克兰政府也不断的在释出来，就说我们很可能随时会达成一个协定。那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真的 finalize， 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定，或者是真正台面化呢？我觉得就跟中美俄这3个这个在世界不同地区啊，我主导的这个秩序跟这个战略稳定的国家还在磋商，或还在去寻求一个共同的共识有关。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一次共同反对了美国的这个金琼计划。那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这个金琼它做一个天基追踪、天基预警，然后在轨道层就可以做拦截的一个防御系统啊，必定会使得整个外空武器化。那中俄当然说我不希望你武器化，但潜台词是，如果你美国率先做了外空武器化，我们可能不得不要跟进反应。不过现在
美俄之间有没有一点点在争取习近平喜好的这样的氛围存在呢？请教张将军。我认为就伊朗问题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对伊朗的这一方面的支持办的是白脸，俄罗斯办的可能是黑脸，那来给美国压力。比如说俄罗斯要可以允许，希望伊朗的浓缩铀放到外移出伊朗，然后放到俄罗斯。然后最重要的，现在伊朗经过美国的贸易制裁以及武器禁运，那它现在唯一的这个作战补给线只剩下里海了，就是德黑兰北边的里海。里海的北端是俄罗斯，里海的南端刚好就是伊朗的这个德黑兰，那就靠这一条了。那当初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呢，这些俄罗斯有很多的无人机是伊朗所供应的。那现在伊朗这些无人机，那俄罗斯刚好这个讲到了，这个刚好投桃报李还给他，所以变成这个武器的海上的生命线唯一这一条，因为你这个整个波斯湾，还有阿曼湾，还有这阿拉伯海都被美国封锁，你根本没这些想要运补的船舰，想要通过美国的这个拦检，几乎可能性不高。那现在，但是里海就没有办法，因为里海这周边的国家全部都是俄罗斯以前的加盟共和国，那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区域的这种势力跟影响力是非常有限。那这一个就变成它的一个这个伊朗的海上生命线。那中国大陆就讲了和平解决，就扮白脸，所以美国面对的是伊朗后面分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所以美国蛮吃力的。所以军事上想要做伊朗做屈服，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因为伊朗会有后续战力，只要有时间，他继续整补。所以，川普对伊朗的后续的用兵还筹措不前，瞻前顾后，因为为什么？因为表示说伊朗在某一方面还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战力，让美国占不到多大的便宜，所以他才会在那边筹措再三，没有贸然敢要对伊朗这个大举用兵。因为我们先来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054这个呼伦河号，这个带到这个中和油弹补给舰去做海上运补，那通过宫古海峡，表示什么？这个054B 它是属于护卫，这个飞弹护卫舰来保护的这个9洞1的，我们讲的这个塔河号来保护的呼伦河号，这样做海上运补，对，在辽宁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做海上运补，那旁边有个护卫舰。换句话说，它以后变成前线在作战，后面的补给海上补给会不断。换句话说，它能够持续战力。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航空母舰你不要入港去整补了，你可以就地整补，其他地方把你运过来，你需要的油、需要的弹、需要的飞弹，通通把你运到。那换句话说，它这样的以后这个作战的半径会比以往来得更宽。所以辽宁号未来的机动性、调派的机动性就更加的强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伊朗战事现在美国到底有多少的主导权呢？似乎就只剩下川普的一张嘴了，而且他还说说以色列不是美国的老大，美国才是以色列的老大。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He's very, very good man.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and he's a great guy. To me, he's a great guy. Don't forget, he was a wartime prime minister, and he's not treated right in Israel, in my opinion. I'm right now at 99% in Israel. I could run for prime minister, so maybe after I do this, I'll go to Israel, run for prime minister. I had a poll this morning. I'm 99%, so that's good. 好，不过川普说了，他支持度很高他可以去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网友马上拒绝说他不能成为以色列的总理，对不起。不要好，但是刚刚呢，川普也说了，纳坦雅胡我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什么，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美国的媒体就这个报道了，说其实两国的领导人对于伊朗的下一步动作呢是出现分歧的，因为媒体就问到了说，你是否有意愿跟伊朗达成一个仅涵盖荷姆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来延长停火呢？川普说，我不急我跟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伊朗的问题上面是立场一致的。纳坦雅胡会听我的话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呢，其实川普跟纳坦雅胡当天通话的时候讨论伊朗问题的时候是气氛非常紧张的，而且长时间戏剧性，而最后呢，纳坦雅胡是极度的焦虑。好，为什么会焦虑呢？就是因为他们两方出现了分歧嘛。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川普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变。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20号的时候表示说，伊朗如果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的话呢，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了。他也暗示华府可能再等几天希望获得正确的答案，但是又对媒体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一个完全的临界点，可能会迅速的升温。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出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你为什么不出兵呢？于是不敢打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媒体都纷纷的在这个报道了。川普说伊朗祈求要达成协议，但是纽时就说了，其实白宫喊停工的原因就是因为战机很怕会被击落。好，那五角大厦的官员就警告了，说川普之所以要暂缓进一步的打击行动，就是因为伊朗军队呢现在已经逐步的在适应美军的空袭节奏了甚至他们可能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深入研判美军战斗机跟轰炸机的飞行模式。这个不仅是让美军的行动变得更加可预测，也大幅提升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拦截有效性。那根据美国的官员指出，一架 F-15E 战机甚至遭到了波及，这就显示了美军其实面临的风险呢都不断的在上升。而且之前呢，有2架美军的这个 KC-135的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上空发生相撞造成了6名机组员丧生。那个时候呢，被说说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加油道太窄了嘛，所以才会不小心发生擦撞的但是现在又有情报指出了，根本不是什么擦撞，而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有民兵突如其来遭到迫击，所以他们采取紧急规避的动作混乱之中才发生了致命的擦撞但是对此呢，这个五角大厦是不愿意去证实的。但是这件事情它就藏不住了，因为呢，五角大厦CRS 呢就揭露了说，其实这一次的战争美军的军机呢真的是非常的损失惨重，因为有42架的战机呢在这一次中袭被受损了，包括了什么呢？F-15E 攻击型战斗机还有 F-35A 逆中战机还有 A-10攻击机以及大量的 MQ-9死神无人机都是非常先进的飞机。结果这一次呢，一口气42架通通打水漂了。好，那除了在空中被打的这个满目疮痍之外，在海上呢，其实美军的优势也是逐渐的在减少吗？因为现在伊朗的海军就证实国产的加迪尔级迷你潜舰呢，已经全面进驻荷姆兹海峡了，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这个潜舰它具有极低的侦测能力，还有海底静坐伏击战术特性，就被外界视为是伊朗特别针对美国海军打造的一个杀手锏所以局势呢又再度升温了。但是很多国家都希望你荷姆兹海峡赶快开放嘛，包括呢中国也是这样子。所以中国大陆的驻常联合国代表傅聪呢就提到了说，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但是虽然中方是呼吁大家冷静一点，但是他自己的船是可以通过荷姆兹的有2艘中国超大型原油轮呢驶出了荷姆兹海峡分别呢是这个贵阳号，还有香港旗帜的这个海洋百合号。好，那跟随2艘中国油轮闯荷姆兹海峡的第3艘船呢，则是南韩旗帜的宇宙赢家号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呢可以通过，而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了，24小时内呢，他们也是已经准许了26艘的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美国跟以色列，你想过的话呢，门都没有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是海上过不去，那空中不断的被攻击，但是陆上又不敢打的一个情况吗？请教张将军。这一次美国的伊朗战争总共损失了42架飞机有一大部分是这个无人机 MQ-9B。这个高空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它虽然是侦打一体，但是大部分都在实施空中侦察。它的这个速度慢、高度低，上面筹载的又是电子光学侦测仪，还有红外线感测器，还有
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摄影，所以它比较笨重，很容易被伏击，速度又慢。它的平均的速度大概就是飞时速大概28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对一般飞机来看，它属于慢的，所以很容易就被伏击。但是其他的飞机就不一样，像它的这 KC-135空中加油机，它应该在空中加油走廊，它应该有空层隔离。比如说这个是飞到32000英尺，那这个就飞到28000英尺或3万英尺，它有一个垂直隔离，所以再怎么样也不会撞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怎么会撞在一起了？这个它的整个任务的分配这个弄错了，而不是说为了躲避这个地对空的飞弹，躲避这话你保持空层隔离，你也躲避也不会彼此空中相撞啊。所以我倒认为是不是它在任务划分的时候火力分配以及在空层隔离上并没有做得很好，才会导致两个空中相撞，而且可能是在晚上空中加油，视线不是很好，你这个是晚上你没办法，只能靠近距离雷达看不出来，那远距离眼睛又看不到，那你怎么办？你这个空中的话，你一定要垂直距离要拉出来，它没有拉出来，两个撞在一起，6个飞行这个机组人员全部都牺牲了。关键这个对美国来讲损失是蛮大的。另外一个，它的防护能力也有问题，就是呢E3空中预警机在地面上被炸断，整个报废。那为什么地面上不是有机库有机堡吗？那这个E3太大了，它的机库堡就有限。那你放在陆天停下来，现在在太空的军事侦察卫星很清楚，马上就看到无人机过去把它炸毁了。所以这个它的防护的掩体、机库、机堡可能数量也不够，这也是美军在这方面没有考量的非常的周延。另外，我们讲到它的 F-15打击鹰到这个伊朗境内，结果被击落。现在伊朗是这个样，它原则上雷达待机，它不开机。等到你飞进来的时候，发射飞弹，同时它是待机啊，在开。等到你一发现它的雷达开机的时候，它是地对空飞弹已经上去了，根本没办法警觉，没办法察觉，它雷达它待机而不开机。那在这个状况就变成伏击，在那边等到你飞地对空飞弹的接站的半径之内，它再发射飞弹。这时候跑来不及了，因为已经在它半径之内了。就是雷达一开机一锁定，变成我们讲的猝然突击。那这个 F-15的打击鹰的这个战机可能还来不及逃脱，可能还来不及电池制压，就被地对空飞弹已经上来。因为地对空飞弹的速度是非常快，大概1秒钟就是1公里的速度，那非常快，你10秒钟就10公里就不是命中到了，所以根本来不及来做应变。所以这一次它这个美军的空军，尤其空军损失的比较大。所以美军不敢打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损失太多了吗？不过另外我们来看到连以色列人都不希望川普来当总统了，那美国的民众呢？薛老师。是这一次这个川普现在的这个战争民调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纽约时报》5月18号刚刚释出的一个民调，他说现在不满意、不赞同这场战争已经上升到64%了，那支持这场战争只到30%。我们之前都讲大概是64开啊，或5535，那现在我们看到是64跟30。那川普个人作为总统的这个工作的满意度也跌破了40%这条警戒线，现在只有37%的美国人满意他作为总统，然后59%的人是反对，好像比赖总统的这个还低一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这边也有一些动作。那伊朗5月18日就宣布，他成立了海峡管理机构他说以后我们这个所有经过海峡的船只都要先跟我们这个海峡管理机构来进行协调或者许可，而且还另外做了一个事情，他凭空捏了一张牌，什么牌呢？他说以后我们这个通过霍尔姆兹海峡，只要是经过伊朗领海海底海床的这些光纤跟电缆，我都要来对你进行管理跟收费。等于说凭空造了一张牌那他就开出了3个条件。他说第一个，以后的是外国的这个所有的外国这边铺设电缆的厂商，你要先来跟我申请，要找牌照、找执照的规费。第二呢，所有使用这个经过霍尔姆兹海峡电缆的，像什么 Meta Google Amazon 或微软你都要在伊朗国内的服务运行要遵守我伊朗政府的管辖跟法律。第三个，你们日常的这些海缆的维修跟这个修复还有这个运营这个修复的服务工程，要由我伊朗公司来承包。那他
这个底气在哪里呢？因为这个经过霍尔姆兹海峡，他们算了一下，经过霍尔姆兹海峡这个海底的这个电缆，它每天承载的信息跟金融数据交易量的这个总价值大概超过10万亿美金。所以他说，如果我能够从里面去抽取，就说如果他当然没有办法，不好意思说你们不交钱我就破坏你，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即便你正常的运营，然后到了该维修的时候，或者这个海潮波浪啊，然后让这边有一些破裂啊，或有一些这个短路的时候，我不让你的维修船进去维修，哇，那对这些。这个我们以前说电影说1分钟几十秒几十万上下，其实这个可能远远就不止这个价格。但凡是任何这个数据的这个停滞啊，对于这个金融交易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损失。所以伊朗也伸造了一张牌，似乎想要把这个海峡的收费管理给长期化。那与此同时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陆刚刚宣布啊，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马上23号要去访问大陆，访问3天。那显然我们都知道嘛，巴基斯坦现在是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这个最大的这个斡旋方，所以他这次也应该是带着来自于伊朗的很多的条件，还有他从美国那边听到的信息，要去寻求中国大陆的意见，甚至看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对一个战后的，如果能达成，就是会有一个战后的对于伊朗局势的管理框架嘛。那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下来当这个保证人？那我想这个也是夏巴兹总理啊，巴基斯坦总理这一次要去寻求北京的意见呢。至于川普说他不急，他是不急还是打不下去？请教邱毅委员。川普先不要吹牛啊，他说他可以拿捏以色列。因为要使中东的美伊这个战争能够停下来，能够停战，那首先川普要能够管得住以色列啊。川普本来想停战，以色列照打黎巴嫩，以色列打了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伊朗怎么愿意接受你美国的停战呢？所以要先管得住以色列再说嘛。他现在连纳坦雅胡都管不住。你谈什么将来要选以色列的总理？美国肯塔基州一个老参议员要竞选连任，你知道在共和党里面的初选他就输掉了。他为什么会输掉？一个做了20几年的参议员，他的政绩也很好，问政成绩也好，为什么会输掉？他就是被犹太财团硬把他搞掉的啊！你就可以想想，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上面，在美国的金融界、财经界，他拥有多大的势力？你川普先把这些摆着平，你再说嘛。而基本上，为什么他对伊朗每一次都是叫一叫，说22号又要对伊朗发动攻势了，然后到了22号，到了明天，还有说要继续的延长。为什么每次都是采取吹牛的方式？道理很简单嘛。第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下去嘛。你既没有办法地面作战，你就不叫做征服伊朗啊。第二个，你在霍尔木兹海峡，你要能够打通，那你就要夺下几个重要的岛啊。但是要夺哈尔克岛夺不下来，然后接着还找了阿联酋说要阿联酋一起做前锋，做马前卒去打下拉万岛，结果现在也是虎头蛇尾又没了。